你这小乌龟想往哪儿跑？等你长大了，给你配个小母龟。姑娘们，接客啦！来，姑娘，快吓死你了，小妖精！来，再喝一杯。走，什么？你多说点话，这都我大哥，你这伺候好了。我家可是好久都没见您了呢。你个小狐狸，爷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想死我了！哎呦，让我看看，真漂亮。羞死了！我也看什么看？瞎了你的狗眼！赶紧给我取下去！来一杯，让我喝一杯。来吧，再给您倒上。你喝呀，也是青楼，来。我穿越了，看我今天这身衣服，我成了龟公。爹，求求你不要卖我！子晴，这徐妈妈以后可就是你的亲娘了。不要，爹！这是的，这女孩李毅，长得好像你愣着干嘛呀？还不把人给我带进去看好？我说你个小兔崽子，我叫你没听见呀？你是不是又想挨板子了？哎呦，我这就去办。来，走吧。哎呀！不行，不能这样。好好的活着不好吗？干嘛要寻死啊？我母亲死得早，父亲又把我卖到妓院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我自打记事起就没有爹娘。那你……我娘是这凤轩楼的花魁，当年被人占了身子，生我的时候难产而死。听我的，活着总有希望。都是苦命的人。老六，这姑娘你可得好好给老娘调教好，3日后就指望着她充当诗会门面呢。掌柜的放心。你个骚狐狸，见个男人就浪！你要是敢破了处让我赔了钱，我就把你送去伺候野狗！你放开他！你个死龟奴，还想睡姑娘？你当我凤轩楼的规矩是摆设不成？老六，把他给我拉出去阉了！是。你不要过来！还想把我给阉了？你们还有没有王法？王法，在老娘这里，银子就是王法。你不就是想要银子吗？你说个数，我给你就是了。你一个龟奴，吃我的，住我的，拿什么给我？这你就别管了，我自有办法。好啊，只要你能拿得出3000两的银子，我就把这丫头赏给你。你说的，一言为定。老六，把这个丫头带到楼上去，严加看管。李毅，你放心，我会救你的。
老子一个现代人，赚钱办法有的是。李毅，你就是想用这东西来赚3000两银子？什么？这东西能换3000两？这龟奴莫不是疯了吧？各位看官，我发明的这个东西呢，叫自动冲水马桶。马桶？是给马儿装草料的吗？这么别致的马槽倒是第一次见啊！这马桶不是给马儿用的，而是用来给人用的。什么？给人用？用来吃饭的啊？用来入厕。如厕？比如咱们家里有老人，这腿脚不太方便，有了这个马桶啊，咱们就可以坐上去，轻轻松松的解决。吃喝拉撒乃是人生大事，有了这马桶，咱们就可以把如厕变成一种享受。享受个屁！拉完还得拎出去倒。就是谁知道？这马桶内部是有通道的，如厕完了之后，只需要按一下这里，排出来的东西就会通过预先埋设好的通道冲到茅房里去，既方便又快捷。各位请看。不大靠谱。不仅如此，冲完水之后，它还会自动蓄满，所以叫自动冲水马桶。哎，这东西真神奇啊！哎，有了此物，那如厕之事会轻捷不少。哎，真没想到，你一个青楼的小龟奴，还能造出这种好东西啊！啊！就算此物神奇，那又能卖得了几个钱？小哥，3000两是不可能了，30两我要了。3000两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哎，你这是，你怎么不去钱庄抢啊？如此贪婪，活该只做龟公。现在便是3两银子我都不要了。李毅，我看你分明就是在浪费时间。老娘我明天就让严子晴出去接客。我这3000两银子是有说头的，不是3000两一个马桶，而是将制造马桶的技术一并卖出。在座的有几位爷都是做生意的，这东西的商业价值有多大，不用我说吧？就这发明，谁脑子有病会花3000两银子去买？3000两银子，我要了。你干嘛呀？徐妈妈，那个3000两我已经凑齐了，可以给子晴赎身了吧？想赎身也可以，再拿5000两银子来。徐妈妈，你之前可没说价钱啊！哼，我都已经把举办诗会的消息都散出去了，明晚京城内所有的达官贵人都会齐聚于此，争相购买严子晴的初夜。你觉得3000两的银子够吗？废话少说，只要你再拿5000两银子，我立刻就让你给严子晴赎身。婊子无情，恐怕只给3000两银子，他不会放人。我得多准备一手。在这凤轩楼，我有能令男人重振雄风的大哥大在手，还怕赚不到钱？既然你不讲信用，那我就搅乱你的师傅。哎，这不是文学院的大才子唐玉吗？他居然也来了。我听说那花魁才貌双绝，而且初夜还在。唐公子一向风流，这种事儿他怎么会不来？唐公子文采出众，且家底丰厚，看来今日花魁必定是唐公子所属了。
有我在，子晴的初夜谁也感激诸位公子光临我们凤轩楼。我们凤轩楼新来了一位花魁，喜好诗文，今日特意在此举办诗会。若谁作的诗词力压群雄，便与其共度良宵。好，弄这个噱头，不过是想把子晴卖个好价钱而已。忍心呐！接下来有请子晴姑娘。哟，这次的花魁可比上一届的要漂亮的多多了。我要是能与他春宵一度，现在要了我的命都值了。子晴乃是花魁，诸公子便以花为题赋诗一首，不知哪位公子先请啊？我先来。憔悴鸳鸯不自由，镜中鸾舞只堪愁。庭前花市同心术，山下泉分两玉流。唐公子不愧为文学院的才子，文采如此出众。虽然整首诗只有一个花字，但却将开花的情景全都形容了出来。如此文采，怕是无人是唐公子的对手。有哪位公子要与唐公子斗诗啊？那我便来试上一试。原来是翰林院长史苏公子，这下唐公子你可是要遇到对手了。那可是大才子啊！他也来了，唐公子估计很危险了。衰草连天，惨淡黄。眉间白雪，一时芳。谁知老子懒成癖，花落花开已两忘。苏公子这首梅花赞简直无人能敌，尤其是那句花开花落已两忘，不知道出了多少情人的心声。不愧是京城第一才子。苏兄文采无人能及，唐某甘拜下风。唐兄客气了，苏某只是侥幸获胜罢了。苏公子可是号称京城第一大才子，诗词双绝，与他比试，也只是自取其辱罢。看来今夜肯定是他与那紫青姑娘共度春宵了。还有人比试吗？看来我得上场了。我来。敢问这位公子高姓大名？在下吴征，素来仰慕苏公子，今日刚好与其切磋一番。无名小辈也配跟我切磋？哼，这个苏浅不对劲儿，刚才他还是一副谦逊的模样，怎么突然就变嚣张了？原来这三个人是在这里演戏，看样子主角应该是吴征。在下虽然是无名小卒，但也有着作一首，还望苏大才子点评。待到秋来9月8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世间怎会有如此绝妙的诗词？好！吴兄，是我狗眼看人低了。现在看来，吴兄才是当世第一才子。苏某甘拜下风。京城真是卧虎藏龙，没想到还有吴公子这样的大才之人。我看也只有吴公子才能与紫晴姑娘把酒言欢，共度春宵了。既然没人与吴公子斗诗，那我来试一试吧。
李毅，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你不过是个龟奴而已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还要与当世大才斗诗。这龟奴现在都这么猖狂了吗？还敢与人斗诗？我看这小子就是想出风头，他不过就是一介龟奴而已，输了也不算丢脸。果真是五公子殿下，与陛下年轻时长得一模一样。你一个小小的龟奴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就敢跟吴大公子对诗，可笑至极。我劝你现在还是立马滚下去，免得一会儿丢人现眼啊！下去吧，下去吧！大家倒茶，快点，给爷倒茶！带走，带走！今日诗会有规定说不准龟奴参加吗？那倒是没有，只不过其他的龟奴都有自知之明，只有你不要这张脸。没看到大家都让你滚出去吗？还不给我消失！吴公子，与这种下等人对诗，有失身份，你莫要管他。你赶紧与子晴姑娘把酒言欢吧。别人看不出来，但我知道，你们几个是事先商量好的。先是那位唐玉上台，然后是这位苏公子，最后都被吴公子给打败。徐妈妈，你没少收人家银子吧？李毅，你少在这放屁！吴公子乃是真才实学，便是没有银子，今日他也上得2楼。说的好像你不那么爱财似的。昨日你与我说，只需3000两便可给子晴赎身，结果呢，我给了你银子，你又要我再交5000两。虽说婊子无情，但徐妈妈，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吧？没错，这话是我说的。若你现在拿出5000两银子，我立刻给子晴赎身。昨天算你是幸运，遇到了金主。就你这穷酸样，就怕你把自己卖了也没有如此多的银子吧？徐妈妈，这是你要的5000两。5000两银子算什么？妈妈莫慌，我这里有1万两。今夜子晴姑娘只能陪吴公子。苏公子真是大手笔。李毅，你区5000两算什么？人家苏公子一出手就是1万两。看来这诗会只是个噱头，可以让你把子晴卖出更高的价钱。看来这最后还是得靠银子取胜。原来就是为了钱，附庸什么风呀？这赛事会办的不公平，有黑幕，充满了铜臭。事已至此，看来我也只能与这位仁兄比试一番了。这样吧，若是你能做出一首与我境界相同的诗，便算你赢，如何？好。哎呀，吴公子大度，就是放眼京城也是无人能及啊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做一首吧。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龟奴，恐怕是在哪里听到了手打油诗，便跑到这里来卖弄，真是下贱。琼脂纸盒在瑶台，谁向江南处处栽？雪满山中高士卧，月明林下美人来。寒衣疏影潇潇竹，春眼残香脉脉台。自去河郎无好友，东风愁尽几回开。哎呦！哎，真没想到这小小的龟奴就能做出如此意境的诗来。哎呀，之前是我眼拙了，我眼拙了。没想到殿下居然如此有才情。此诗是素梅，但全诗却并未出现一个梅字，诗术高明，而且诗中句句经典。即便是当世大儒，也不一定能写出如此境界的诗啊！不可能！
你一个龟奴怎能做出如此绝妙诗句？定是抄袭他人。就是，区区一个龟奴，我大夏最下等的人，若你有如此才气，恐怕早就名扬天下了。赢了就是应该，输了就耍赖。我现在才知道，你们几个才子都是这样的，不要脸！大胆龟奴，你竟敢辱骂我等！以你的身份，怎能做出如此绝妙的诗句？若不是抄袭他人，你焉能在此猖狂？你说我抄袭，那你倒说说，我究竟抄了谁？所谓抓贼抓赃，捉奸捉双，凡事都要讲究依据。你就凭一张嘴就断定此事，与那长舌妇有何区别？你此诗定是当代大儒所作。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你是抄袭，但迟早有一日，定会让你原形毕露。说那么多废话没用。徐妈妈，如今我银两已经筹够了，作诗也积压全场，你该把子晴的卖身契给我了吧？徐妈妈，小龟奴厉害，你赶紧把卖身契给小龟奴吧！啊，徐妈妈，这不会说话当了放屁，事情过就不认了吧？给他吧，给他，给啊，给给他，给他。等等，来人！我乃襄王世子，这朵花魁我看上了，你敢跟我抢，我就要你的命！竟然是襄王世子，便是放眼望去，整个京城也没有几人敢得罪。小龟奴再多言，怕是真要倒大霉了。李毅，你刚才不是很狂吗？吴公子是襄王世子，而襄王更是当今圣上的弟弟，你倒是争啊！哼，你就不怕吗？比试比不过，就拿世子的身份压人，真是卑鄙！你竟敢辱骂襄王世子！你们还在等什么？给我废了这个下贱的龟奴！住手！你又是何人？敢管世子的事，活得不耐烦了！我乃陛下身边暗卫，李毅，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李毅乃朕之五子，今特招入宫面圣，钦此。接旨。接旨。天哪，他竟然是皇子，身份比襄王世子还高呢！事情反转的太快了，真是让人不敢相信。哎呦，当年就觉得他父亲不简单，没想到竟然是圣上。完了，我不仅青楼无法再开，恐怕就连这条小命都保不住了。没想到李大哥竟然是皇子，而我……陛下寻您多年，今日总算是如愿以偿了。殿下，这些人今日羞辱你，该如何处置？我去，我竟然还有这样的身世！徐妈妈，现在我能带子晴走了吗？当然可以。别说是子晴姑娘，老身也是可以的。哦，你要跟我入宫啊？只要殿下吩咐，老身万死不辞。死倒不用，我倒是想着这宫里的茅厕也该有人打扫，你去正好。原来是殿下微服私访，之前的事情都是误会，您别往心里去。世子的威风，本殿下方才已经感受到了。这个账咱们以后再算。子晴，你愿意跟我入宫吗？殿下，这能行吗？你假扮成宫女不就行了吗？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常私处在一起了。
儿臣参见父皇。皇儿，快起来，让朕好好的看看你。这个李仪就是个野种，他有什么资格和我们站在一起？看样子父皇对他有愧疚之心，不然不会如此慈爱。若是再多个人争夺帝位，那可不妙，得打压他。怡儿，这么多年让你流落在外，吃了不少苦，这都是朕的过错。今日朕加封你为义王，享受郡王之禄。多谢父皇。父皇，此事怕有不妥，我大夏之王故为三等：一为亲王，二为郡王，三为公王。按照朝中制度，起始皆为公王。父皇直接给老五封郡王，恐会引起朝臣非议。父皇，四弟此言有理，不能因武帝一人而改变朝局。大爷，一入宫这两个家伙就打压我，看来以后得和他们斗上一斗。父皇，我与四弟都是靠自己的本事从公王到郡王，不如让四弟和老五比试一番。若老五胜了，父王再封他为郡王也不迟。怡儿，你觉得如何？不知四哥要和我比什么？我也不为难你，咱们就比跑步吧。我大夏以武力得天下，若身体孱弱，那就不配做皇子。老五，你刚入宫，就给你3日的准备时间，如何？好，那就3日后比试跑步。殿下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老四不是要跟我比跑步吗？他常年习武，我肯定干不过，所以呢，只能玩斜的。材料准备的有点多呀，顺便可以做一个连弩。哎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圣上命我保护殿下。殿下，该用膳了。就吃这个啊？殿下，我听说宫中之人都知道你与四皇子比试之事了。御膳房如此对你，其实是讨好四皇子。老三老四欺负我也就算了，御膳房那些狗东西也敢这么待我？把主管给我叫来。殿下，主管御膳房的那可是三皇子的人呢，殿下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我管他是谁的人，敢这么待老子，老子要好好惩治他们。快去。是。你找我来有何事啊？老爷奴，见到本殿下竟敢不行礼。一个外面来的野种而已，还想让我对你行此大礼？哼！我身为圣上亲子，当今的武殿下，你竟敢羞辱我！羞辱？羞辱你？我是三殿下的人，你能奈我何？啊！老爷奴，我身为皇子，你竟敢骂我是野种，这跟羞辱当今圣上有什么区别？今日我就将你杖毙！哎呀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哎呦，殿下，殿下，您才刚刚入宫，还是不要打杀马林的好，免得被他人诟病。别打了！老爷奴，今日我就饶你一命，再敢对我不敬，看我打死你！怡儿，可是准备好了？回禀父皇，
儿臣已准备妥当，今日定能完胜四哥。完胜？老五，你可真能吹牛！看你这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本来想着少跑几圈，免得你身体不支。既然你如此说，那我们就跑10圈。这演武场1圈就是3里，10圈可就是30里。一儿，莫要逞强。父皇放心，别说是10圈，就算是50圈也没什么问题。老五，听说你打了御膳房总管，可有解释啊？三哥，那厮每天都给我送最差的饭菜，直呼我的性命。他还威胁我说，这一切都是三哥交代他做的。三哥，你说这我能不打他吗？胡说！我怎会让他做如此下作之事？那个奴才竟敢信口雌黄！此事结束后，我便打断他的狗腿。老五，咱们可以开始比了吧？嗯，可以。一儿，此事何物？父皇，此物名为自行车，骑上它便可健步如飞。真是笑话！这东西奇形怪状，你居然说骑上它能让人健步如飞？怎么，你是打算骑着它跟我比？正是如此。好，如果你骑着它能赢了我，那我不仅同意父皇封你做郡王，还输你1万两银子，如何？也算上我的。不过你要是输了，那就直接贬为庶民，你可敢应战？这两个家伙是怕我抢皇位啊，想将我轰出皇宫。三哥，若我赢了，只得到郡王之位，外加1万两白银；若我输了，就要被贬为庶民，这貌似不太公平吧？那你要如何？我没你那么狠心。若我侥幸赢了，四哥只需要给我5万两，外加被贬为公王就行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父皇，请您作证，输者甘愿受罚。你们一定要赌得这么大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准备吧。哦，这东西还能这般用？老四，小心一些。我觉得武帝造的这东西不一般。不过是个玩物而已，难道还能比马儿跑得快？我都可以让他先跑2圈。哼！开始。一儿，你咋不跑啊？父皇，先让四哥跑半圈，免得他输了不服气。老五，你可真是猖狂啊！老四擅长奔跑可是出了名的，放眼整个京城，没有谁是他的对手。你竟然还敢大言不惭的说要让他，简直是不知死活！是啊，一儿，快跑吧，不然就追不上了。父皇放心吧，这场比试我赢定了。从未见过父皇对我们如此着急，他这般宠爱老五，搞不好以后皇位真的会落在他身上。看来必要的时候得把这小子除掉。殿下，四殿下已经跑了快半圈了，你赶紧追啊！圣上，五皇子造的这个自行车可真是厉害，这么快就追上四殿下了。哈哈哈，真没想到，我这流落民间的五儿子竟是如此这般天才之人。父皇实在太偏爱老五了。
怎么样，四哥，服吗？老五，你这是耍赖，借助工具赢我，算什么本事？四哥，我当初拿出自行车的时候，你不是还十分不屑吗？说让我2圈都没问题，怎么现在又说我借助工具了？启禀父皇，老五这是作弊，不得算数。先前伊儿将自行车拿出来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样说的。这个老五绝对不能留。既然觉得我作弊，那这样吧，四哥，我把自行车借给你，我用跑，咱们再比1圈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既然胜负已分，那就按照你们之前的赌约，老三、老四输给伊儿5万两银子，另外将老四的郡王爵位拿下，降为公王。愿赌服输，我认了。不过父皇，我要求再和老五比试一场。若是我输了，那我就放弃皇子之位，离开皇宫。胡闹！皇子之位是你说放弃就放弃的吗？今日就到此为止吧。今天输的真是憋屈，那个野种竟然弄了个自什么车，害得我在父皇面前丢脸。哼，丢脸算得了什么？恐怕我们连争夺皇位的权利都没有了。三哥，你什么意思？老四，你难道还没有看出来吗？父皇对这个野种偏爱有加，他刚进宫就封了郡王，恐怕过不了多久就会封他做亲王。而且父皇还派了暗卫暗中保护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怕连皇位都是他的。什么？父皇会把皇位传给那个野种？留着是个祸害。三哥，你的意思是把这小子除掉？他虽然是个野种，可他毕竟是父皇的孩子。若是此事败露，这种事当然要做好打算，咱们可以借他人之手。还是殿下厉害，收拾了那个马林一顿，他立马就老实了，再也不敢为难我们殿下了。何止不敢难为，殿下赢了四皇子，在圣上面前露了脸，如今呐，那马林想要巴结都还来不及呢。殿下，这笋汤乃是御膳房的一绝，平日里连其他几位皇子都难以喝到，这是马林特意为您准备的，您快尝尝。谅他也不敢再跟老子嚣张。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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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怎么了？难不成殿下是中毒了？我去叫御医。别，殿下，快去给我整牛奶，快去！小心！殿下，牛奶来了。殿下，您怎么样？用银针试试菜，看看哪个有毒。
下，是这笋汤，这东西是马林亲自交给我的，他还特意叮嘱说这是为殿下准备的。难道下毒的是他？屈原，速去御膳房，把马林那个老王八给我抓过来。殿下放心。殿下，那马林自杀了，就吊死在御膳房的树上。居然让马林给我下毒，然后你们再杀人灭口。幸好老子是医学博士，懂得如何解毒，要不然就遭了你们的黑手了。本来我只是想混混日子，既然你们这样对我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定是那马林记恨殿下打他，所以才会在笋汤里下毒。这个人真是该死！毒害殿下，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他马林哪有那么大的胆子？恐怕背后还有……别胡说，你不想活了？今日之事，谁也不许再提，都烂在心里，就当没发生过。为什么呀，殿下？您可是差点丢了性命啊！无需多问，就按照我说的做便是。这几日没见义儿，他在忙什么？回陛下的话，听闻五殿下身体有恙，正在寝宫休养。义儿病了。启禀圣上，3殿下和4殿下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拜见父皇。听说老五病了，你们去看望了没有？回父皇，儿臣这几日都在军营之中，并不知晓此事。父皇，儿臣去看了老五，只是感了风寒，我已经让太医给他开方子了。老五这个野种命大，居然没毒死他。父皇对其如此关心，看来我还得想办法收拾他。启禀圣上，5殿下求见。哦，这老五来了，快让他进来。儿臣拜见父皇，几日未向父皇请安，还请父皇莫要怪罪。义儿，你身体不爽，就无需行此大礼。郭淮，给老五看座。是。父皇，最近军中演练，将士们都抱怨干粮不能久存，若与敌交战，无法生火做饭，恐怕不用敌人打，咱们就先饿死了。父皇，将士们听闻老五用自行车赢了老四之后，都夸他是善于制造之人，所以将士们向父皇请命，请老五造出保存时间长又利于携带的干粮来。大爷的，没毒死我，这2个狗日的又给我下套。这军中将士对义儿评价颇高啊，义儿，你觉得如何？回父皇，制造久存的干粮并不难。老五，别以为你造出一个什么自行车就自以为了不起。夏日里，无论什么干粮，最多只能保存3日，难道你还能令其保存更长的时间？是啊，老五，我知道你想在父皇面前表现，但是也不能事事逞强啊。这2个鸟人在激我，那我就故意上你的套。父皇，儿臣并非吹嘘，儿臣有办法让干粮保存1个月，甚至更长的时间。老五，饭可以乱吃一些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此事关系到军中士气，干系重大，你若胡乱吹嘘，势必会影响军中士气，这可是重罪。老五，你得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。你说你能令干粮保存1个月以上，可敢立军令状？义儿，这玩笑可开不得，要考虑清楚。多谢父皇关心，这军令状我可以立，但若只惩戒我自己，那不公平。四哥，你也立一个军令状吧。若是我有此办法，你该如何？干粮保存1个月以上，这怎么可能？你若是能做到，那我便舍去这皇子之位，贬为庶民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拿纸笔来。
原本你们兄弟之间不必闹得如此。既然这军令状已定，那就要执行。若谁要是输了，就要逐出皇宫，贬为庶民。老五，你就等着贬为庶民吧。这个老三很阴险，老四只是被他当枪使。我先收拾老四，然后就是你。伊儿，你这么快就想出干粮保存的方法了？回父皇，儿臣已经解决了。老五，吹牛没用，得用事实说话。哦，这两个是什么东西？父皇，这个是方便面，只要用热水泡一会儿便可食用。若没有热水的话，凉水亦可。老五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谁都知道面条是要煮的，你只用水泡就能吃，简直是胡编乱造。老五，你可是立了军令状的，没想到竟如此玩笑。父皇，我看还是直接把老五贬为庶民吧。三哥，你怎么就这么着急将我赶出皇宫啊？这还没实验呢。我就不信这东西用水一泡就能吃。去准备东西。是。这面已经熟了，而且这味道还十分不错。这怎么可能？世界上哪会有这种面？一定是老五耍诈。四哥的意思是，我与父皇合起伙来骗你。父皇，儿臣绝无此意。另一个碗呢？我就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。这冷水泡面味道自然不如热水，但起码可以填饱肚子，在与敌军对战之时方便一场。两军交战，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。若是没有水该怎么办？哦，这还可以生吃。父皇，方便面是油炸食品，乃是熟食，也正因如此，保存的时间才长。只要不沾水，存放2个月没有什么问题。好，伊儿，你说还有一样东西是什么？父皇，这个是压缩饼干，也是面粉做的。你别看它个头小，只要吃上2块，便能顶上一整天。因为这个东西是压缩而成，所以保存的时间更长，起码1年以上。老五，你可不要哄骗父皇，这可是欺君。三哥若是不信，可以试试。我来，我就不信这东西吃2块就能顶1天。老五，我怎么感觉我还没吃饱呢？父皇，老五哗众取宠，应当重罚。伊儿，父皇，儿臣刚刚忘记说了，吃压缩饼干需饮水才会有饱胀感。
事到如今，老五你还在狡辩。倘若我饮水之后，并未像你说的那样，又当如何？若饮水也不管用，弟弟便任由四哥处置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届时可别怪四哥无情。这么小块东西，别说是2块，就算吃20块，也无法令人饱腹。老五，你果然是哗众取宠。四哥可是吃饱了？胡说，我并没有吃饱，只是……既然没吃饱，那就再来2块。父皇，这压缩饼干乃是压缩而成，也经过油炸，只要配合水，便能在胃中发胀，让人产生饱腹感。行军带着它，比方便面还要便捷。义儿真是天才之人，竟能造出如此方便的食物。现在胜负已出，老四，你还有什么好说？请父皇饶我一命。我还以为老五会在馒头大饼上用什么招数，却不想他直接制造食物。油炸品存放的时间长，这谁都知道。老四要完了。让我饶你？这军令状是你提议的，若说的是老五，你会饶过他吗？传旨，将四皇子李天赶出皇宫，贬为庶民。李毅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你现在已经是个庶民，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？滚吧！老五，你可真绝啊！三哥，要说绝，我可比不上你。二哥，那个李义阴狠毒辣，如今老四已被他赶出皇宫，若是咱们再坐以待毙，恐怕就和老四一样。老四还真是蠢笨呢，竟被一个外来的野种弄得如此狼狈。三弟放心，二哥会为你们出气。父皇明日不是要召见虎卫将军尹腾吗？我会安排让他出丑。有二哥出手，李义就蹦跶不了多久了。殿下，这是何物？能让人快乐的东西。殿下，这木不是您在青楼用的？经过我的调制，药力是之前的10几倍。你要不要试试？不是，我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怎么跟个女人似的，还脸红上了？屈原，从现在开始，帮我盯紧三皇子的行踪，有什么事情立刻向我汇报。是。老三，我会让你跟老四一样。尹将军，此乃朕的五皇子李毅。哦，原来是武殿下。父皇，尹将军就要征讨藩邦，听闻武帝造出方便面和压缩饼干，此番征讨必定大胜。希望如此。陛下，藩邦强大，臣并无把握，尤其是他们的骑兵，臣恐怕无法降服。父皇，来此之前，武帝曾对儿臣说，他有对付藩邦骑兵的办法。的确如此。怡儿，你有办法？收拾了一个4皇子，现在又跳出来个2皇子，肯定是老三蛊惑的，要不然他不会一上来就针对我，这是把我架到火上烤。回父皇，
儿臣有办法。老五，你能做出方便面和压缩饼干已然是了不得，但这和行军打仗可没有丝毫的关系。怎么，三哥又要让我立军令状？老五，你可不要在这里信口雌黄。若是误了大事，就算我们不追究，父皇也会怪罪你。我既然敢说，就肯定能做到。武殿下，臣听闻你是从民间而来，怎会懂得打仗之事？若殿下胡编乱造，恐怕将士们容不得你。父皇，给我1日时间，我定会给您一个交代。老五这么早就将咱们叫到这里，但他却不现身，究竟想干什么？这演武场内无一兵一卒，他如何向我们展示对付骑兵？恐怕是老五在故弄玄虚吧。父皇，老五如此信口雌黄，若传至军中，将士们会如何看待咱们皇家？还请父皇下旨，严惩老五，以儆效尤。圣上，武殿下如此耍弄我等，实在不妥。诸位久等。老五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戏耍父皇！可能是老五觉得好玩吧，毕竟他还小。哼，在下虽然是臣，但也不能任由武殿下这般耍弄。3个人一个鼻孔出气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提前商量好了。小吕子，父皇，这就是我用来对付骑兵的武器。这不就是个瓷罐吗？里面装了瓦片，这如何对付骑兵？老五莫不是还没睡醒吧？一个小小的瓷罐，难道放到敌军骑兵面前，他们就会立刻坠下马吗？哎，二哥此言差矣。老五这是往瓷罐里放了符咒，将其扔出之后，大喊咒语，敌军便全部身死。怡儿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父皇，此物名为地雷，爆炸之时威力巨大，不仅可以用来对付敌方骑兵，对付步兵也一样美妙。哦，爆炸？一个破瓷罐还能爆炸不成？老五，你莫不是想说，有了此物，我们就可以不战自胜？差不多如此吧。父皇，老五如此信口雌黄，若传至军中，将士们会如何看待咱们皇家？还请父皇下旨，严惩老五，以儆效尤。父皇，二哥所言有理，若是不惩治老五，实在难平军中之愤呢。圣上，臣以为武殿下视我等如儿戏，理应严惩。怡儿这是在作何呀？不是授人以柄吗？现在众人都要求惩治，若不公，恐有失皇帝威严了。二哥、三哥，你们如此心急，好歹在见识了这地雷爆炸之后的威力，再做评价。父皇，儿臣这就让您看看这地雷的威力。小吕子，可以开始了。天哪，这地雷的威力竟然如此巨大！别说是人了，就算是房子也被炸飞了。怡儿果然是个天才，先前造出了方便面和压缩饼干，现在又造了地雷。有了此物，这敌军的胆子都吓破了，哪里还敢进攻？说不战自胜，这一点都不夸张。多谢父皇夸奖。二哥、三哥，现在觉得我这地雷如何？尹将军，您觉得我这东西如何？武殿下真乃神人，这地雷威力巨大，有了此物，我大夏军队将战无不胜。怡儿，这次立了大功，想要什么尽量跟朕说。父皇，儿臣想要
儿臣想要父皇身体康健，长命百岁，如此，儿臣便知足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叶儿，你真是朕的好儿子，朕赏你黄金1000两，绸缎前匹，外加1等君王之衔。父皇竟然加封老五为1等君王，那他的身份岂不是在我和老三之上了？这个老五的脑袋里怎么有这么多的鬼点子？这才到宫中几日，就造出如此多的稀奇之物。若是任由他这样下去，那么就真的与皇位无缘了。哼，好了，叶儿，陪朕吃个饭，咱们好好的聊聊。是，父皇。二哥，老五现在已经是1等君王了，地位已然在你我之上。似老五这等鬼才，若不除他，恐怕你我都会被排除在皇位之外，包括大哥。二哥的意思是？哼，当然是要除掉他了。难道还要等父皇把皇位传给他不成？殿下，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子清，要不你和我一起吧？我知殿下之意，但我俩尚未成亲，奴家还不能将自己交给殿下，还请殿下早些休息，奴家先告退了。古代的女人实在太保守了，反正早晚都是我的人，干嘛一定要等成亲？什么人？殿下，快走，有刺客！妈的，下毒不成就派刺客，真当我是好欺负的？走。哦。殿下这弩可真厉害，几下就把那些刺客射死了。看来我还是太心软，计划得尽快实施，不然他们还会对我下手。殿下，你在说什么？屈原，从现在开始，给我盯死了三皇子。他若有什么举动，立刻来告诉我。是。你快着些，三殿下每日都是这个时辰如厕，若是再弄不好，小心吃板子。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你个老东西，你故意是不是？公公饶命！看我不打死你！公公饶命！我认识五殿下，我曾经是他的长官。我跟你说，你耽误了三殿下如厕，你认识谁也没用。住手！你刚才说你曾是老五的掌柜。回三殿下，是的，他曾是我店里的龟奴。你以前是干什么的？开青楼的。青楼？你是掌柜，那老五是龟奴？是，不是，奴才不敢乱说。呵呵，老五竟然还在青楼里做过龟奴，真是有趣。这下我要让他出个大丑。你起来吧，和我说说老五在青楼的事儿。殿下，刚刚陛下身边的人来传话，说圣上已经下旨，将在3日后举行赛诗会，到时候翰林院的大才也会参加，让你也准备一下。翰林院吗？那个苏浅也会来吗？除了苏浅之外，还有大学士祖方杰，据闻祖方杰乃当世大儒。赛诗会，别是老三又在搞什么把戏？参见陛下。应声吧。请。谢陛下。今日朕举办赛诗会，本想把京城的才子都请过来，聚在一起，但老三说那样太过麻烦，所以只请了几位代表前来。大爷的，果然是老三在搞鬼。父皇圣明，这几位可都是当世大才，足以代表天下文人。据儿臣所知，这3位才子还都与武帝相熟。老三够阴险的，他不出头，让老二当先锋。苏浅他们在凤轩楼里被我打脸，
看样子今天是想找回去，但只凭你们还不够格。一儿，你认识这几位才子？回父皇，儿臣认得。不知武帝是在何处认识的他们？赛诗会是假，原来是来请我老铁，想当龟奴的身份说上，但恐怕失算了。是在凤轩楼。哦，凤轩楼，那是何处？青楼。没想到武帝还是个风流之人，真是让为兄诧异。武殿下去青楼可不是去风流的，他在进宫之前在凤轩楼做龟奴。武帝竟然还做过龟奴，真是出人意料。父皇，鉴于武帝之前的身份一等郡王的爵位实在不适合他，还请父皇将其收回。父皇，儿臣做龟奴并非自愿，乃是被人所迫。武帝，不管你如何解释，龟奴的身份你是摆脱不了的。堂堂皇子竟去青楼做龟奴，若传了出去，我皇室颜面何在？父皇，儿臣以为不光要拿掉老五一等郡王的身份，还要将其逐出皇宫，贬为庶民，否则我皇室恐将沦为笑柄啊！一儿，你如是说。父皇，儿臣认为此事乃是我皇室之错。什么？你做龟奴竟然还要怪罪于我们？二哥，我早就说过，我做龟奴并非我所愿，而是受人所迫。况且像我这种经历的人多不胜数，甚至被生活所逼，卖儿卖女的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想说的十分简单，民间尚有这种事情发生，那就是我皇室之过。我们受百姓供奉，理应让百姓富足，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，不然他们凭什么做我们的子民？我在青楼之时，每日挨打受饿，现如今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仍在经历这种事情。若皇室一心为民，又岂能如此？一派胡言！我大夏国富民强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又岂会有你说的这般不堪？父皇，老五这是在诽谤朝廷，诽谤皇室，还请父皇惩治。二哥，你在民间待过几日啊？要知道，我可是从小在民间长大的，对百姓的情况最为了解。二哥贵为皇子，高高在上，你若是能放下心来去方氏走一走，恐怕就不会在这里高谈阔论了。胡说！我多次在民间走访，又岂会了解的比你少？我大夏民间哪有你说的这般不堪？那二哥这么说，如今的百姓已经安居乐业了？哼，自然如此。既然二哥都这么说了，那咱们就恳请父皇微服私访，你我伴随左右，去看看这民间究竟如何。若真如你所言，别说这皇子的身份，就算杀了我也认了。可若如我所言，那你就掉脑袋。二哥，你可敢赌？老五，你无需这般咄咄逼人。即便民间真有疾苦的百姓，那也是少数，不会像你所说的那样严重。终于忍不住跳出来了吗？百姓之所以拥护我们，是因为他们相信我们能给他们安定的生活。一旦百姓丧失这个信心，那我大夏朝恐怕离颠覆就不远了。民乃国之本，清民不异于自掘坟墓，所以三哥之言，我万万不敢苟同。父皇，我大夏朝哪怕只有一个百姓在受苦，那也是皇室之责。若想令我大夏江山永固，就得以民为本，民为重，社稷为次，君为轻。若我皇室之人都不以此为念，早晚一日，社稷将会被颠覆。大胆！老五，你竟敢诅咒大夏亡国！父皇，老五实在太过猖狂，还请父皇惩治。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，轻民就等于是自掘坟墓。这句话，老五说得好啊！你们身为皇子，整日就知道贪乐享受，又有谁真正的忧国忧民了？把老五这句话写出来，然后装裱，挂到
乾坤殿之内，我要让文武百官都记得这句话，行事都需要以此为准。文武百官都记得这句话，行事都需要以此为准。陛下，臣启奏，武殿下为人不端。前几日，臣等前去凤轩楼，曾与武殿下斗诗，可武殿下竟用抄起来的诗与我等比试，此事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，影响极大，还望陛下圣裁。原来他们还有后手，真是亡我之心不死。一儿，道有此事？臣附议，当时臣也在场，可以作证。还有草民，一儿，你有何解释？父皇，比试当日所作之诗，乃儿臣所作，并非抄袭。胡说！武殿下所作的那首诗，乃是老夫的作品。我刚做出没多久，还未来得及宣告，就被武殿下拿去青楼与人争锋，真是气煞我也。父皇，祖大学士乃是当世大儒，他是万万不会说谎的。武帝抄袭他人佳作，据为己有，此等行径，真是令皇室蒙羞。这祖方杰可是文人之首，应该不会撒谎，但老五看上去也不像是在骗朕呢。一儿，这到底是什么诗？老臣现在就为陛下引来。琼之纸盒在瑶台，谁向江南处处栽？雪满山中高士卧，月明林下美人来。寒衣疏影萧萧竹，春燕残香脉脉台。自去河郎无好勇，东风愁寄几回开。真是做戏做全套，老二和老三还真有办法，竟然说动了祖方杰这等人物为他们作证。不过你们的如意算盘恐怕要落空了。此诗一经高绝，倒与大学士之前所作之诗有相似之处。父皇，老五抄袭他人佳作据为己有，若不严惩，恐会失天下文人之心呢。陛下，老臣此生最恨这等宵小之辈，还望陛下给老臣讨个公道，不然老臣就撞死在这衙役殿中。一儿，你真的抄袭了大学士之诗吗？父皇，这等诗词我随手就能做出几十首来，何须抄袭？哼，老五，你吹牛也要有个界限。此等千古佳作，你竟说随意就能做出几十首来，如此口无遮拦，怎配做我皇室子弟？那二哥的意思是，只要我能做出来，就不是抄袭祖大学士了。哼，口说谁不会？我还说我能做出100首呢。那你们听好了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向晚意不适，驱车登古原。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谁念西风独自凉？萧萧黄叶闭疏窗。芳华留不住，岁月已白头。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。酒醒只在花前坐，酒醉还来花下眠。半醒半醉日复日，花落花开年复年。陛下，老奴刚才一直数着呢，武殿下已经做了36首了。没想到一儿不仅善于制造东西，还有此等文采，更有治国之志。得此灵儿，何愁我大夏不行？二哥，你现在还觉得我是抄袭祖大学士的诗吗？祖大学士，我不知你何因非要如此诬陷于我。虽然你贵为当朝名士，但如此诬陷当朝皇子，也理应受罚吧。我儿有如此才气，还需要抄袭你的诗词，大胆祖方杰！陛下，陛下，朕敬你是文人之首，没想到你竟然做出如此下作之事。传朕旨意，免去祖方杰一切官职，贬为庶民。他和他的后人将终生不得入朝为官。武征，陛下，你身为襄王世子，竟联合朝臣污蔑皇子。现在，朕免去你的世子身份，
边去边疆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不得回京。陛下，苏浅，罪臣在。你一个小小的翰林院长史，竟然也对皇子发难！你和唐玉一起打入大牢，服刑5年才能释放，终生不得入仕。遵旨。父皇，儿臣是被他们所骗，并不知道他们要如此诽谤武帝，还请父皇恕罪。你贵为皇子，竟然不分青红皂白，伙同外人对付你的弟弟。现在，朕免去你的郡王身份，降为公王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在宫里面壁思过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不能外出。儿臣领命。一儿文采出众，且忧国忧民，朕现在封你为亲王。儿臣谢过父皇。只要有机会，我就会让你永远都翻不了身。皇位只能是我的。此事就到此为止。一儿听儿，过几日随父皇去给太后请安。是。拜见太后，这或许是个机会。10倍药效的药效果如何？我得找个人来试试。殿下，明日长公主会带着张婕妤到宫中游玩。机会来得这么快，看来不用等到给太后请安了。就你了，来，先把这个喝了。好。谢谢殿下。殿下，这么猛？哎，你起开！这么软，莫非她是个女的？殿下，我好难受，你帮帮我吧。既然如此，怪不得别的了。屈原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。我一直是殿下的人。老三一直想弄死我，我自然不会坐以待毙。屈原，你找个机会，把这药丸放进三皇子和婕妤的茶里，再想办法把父皇引到秋玉宫。好。殿下，殿下，好消息，二皇子被皇上逐出皇宫，贬为庶民了。什么？二皇子？正是二皇子，他与刘婕妤在三皇子的秋玉宫乱来，正好被陛下撞见了。陛下怒极，差点就要了二皇子的命。因为这件事发生在秋玉宫，所以三皇子也受到了牵连。陛下将他降为恭王。屈原办事还真靠谱，看来以后得重用他。老二怎么跑到秋玉宫去了？他基本已经是废人一个，却帮老三挡了枪。要不然今日被逐出皇宫的就是老三了。老三的运气真好，我还得想别的办法收拾他。大哥，那个老五刚入宫1个月就搞垮了二哥和四弟，你再不出手，恐怕咱们也得被他赶走了。哦，我才刚刚回宫，只听说多了个老五，到底什么情况？前几日在我宫中发生的事情，一定是老五在背后搞鬼，要不然二哥怎么能和刘婕妤乱来？这老二老四都出事了，你却好好的，这是为何？大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老三，别人不知道你，我还不清楚吗？这老二和老四都被你当枪使了，才会有如此结局。现在要有蛊惑我，只要把我再弄出宫去，恐怕父皇的位置就只有你能坐了吧。大哥，小弟绝无此意，我只是恨那个老五阴狠，小弟可以发誓拥护大哥为君，永生都不背叛。哎，你我兄弟，不必这样。明日父皇要带我们拜见太后，听闻太后得了天花，我倒要看看这个老五能使出什么花招。殿下，这是在做何物？我听说太后得了天花，给她做些抗病毒的药。天花，那可是绝症。在你们这个年代是绝症，但在我们那个年代，这玩意儿比治感冒还简单。你那个年代，有了这个，就再也不用怕流行病了。奴婢参见圣上。这太后怎么样了？奴婢不知，张太医正在为太后医治。参见陛下。张太医，太后如何了？回禀陛下，天花乃是绝症，臣实在无能为力。父皇，既然太医无法医治，那就请张贴皇榜，寻找民间医术高手，以治太后之急。不就是起了个水痘吗？用不着去民间找郎中，我就能治。五弟，平日里你出出风头就算了，这种时候还在吹牛。张太医是太医院首座，医术精湛，连他都没有办法，你却大言不惭。他是太医院首座，我还是医学博士呢。我这有药，只要给太后吃了，就可以康复了。老五，你那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就给太后吃？若是太后出了事情，你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父皇，老五是太后的性命如儿戏，望父皇惩治。敢问五殿下，此是何物？这是抗病毒药，是我用蒲公英、连翘、黄芩、龙胆草、黄连熬制而成。胡闹！这几味药都是去火之物，太后得的是天花，又不是内热，若太后吃了此药，恐怕命不久矣。哎，伊儿，你可知你在做什么？太后真有个不测，这饶不了你。还是大哥高明，就让老虎去折腾。一旦太后出了事儿，父皇恐怕会要他的命。若是老五再染上天花，那就完美了。父皇，儿臣愿意用项上人头做担保，若治不好太后，儿臣愿意将这颗脑袋奉上。什么抗病毒药？若五殿下真能医治好太后，老朽便辞去官职，从今以后永不行医。话乃是绝症，便是在民间召集姓名高手也未必能治。伊儿用人头做保，想来他是有把握。将此药拿去给太后服用吧。是。伊儿，这多久会见效？回父皇，明日便可见效。陛下，太后来了。啊！母后无恙，儿臣就放心了。哎，这便是小五吧？小五这药可神奇呀！本宫难受了好几日，今天终于舒服了。老五当真医治了太后？五殿下竟然是姓名高手，是我狗眼看人低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太后生的可是天花呀！小五真乃神医呀！
大胆张玄冥。在。昨日你对义儿不敬，今天朕不仅要革你的官职，还要砍你的脑袋，以儆效尤。父皇，张太医也是为太后负责，所以言辞才激烈了些，并无恶意。他只是被困在了自己的认知里，我大夏皇族应有容人之量。既然义儿为你求情，那朕就不砍你的脑袋了。不过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将张玄冥打入大牢。谢皇上不杀之恩，叩谢武殿下救老朽一命。义儿救太后有功，容人有德，朕决定封你为义亲王。义亲王，谢父皇。难怪父皇迟迟不立太子，想来是给老五留着呢。大哥，你若再坐以待毙，恐怕将来父皇的位置就没有你的份儿了。哎，老三，遇事不要慌，父皇只是封他为亲王，不必那么紧张。大哥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怎么还不在意啊？在意又怎么样？父皇心中只有老五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不行，我不能任由他做大，否则便是死路一条，必须得想个办法除掉。殿下，又是在做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叫防弹衣，我打算让所有的将士们每人一套，这样就能大大的减少战场上的死亡率了。殿下，三殿下派人来了，说是约您去演武场练习射箭。老三约我去演武场练习射箭。殿下，三皇子恐怕不怀好意。凡事都有两面性，若老三真想害我，我刚好趁这个机会解决了他。屈原，你走一趟养心殿，将郭总管请到演武场，但不能让他露面，只在暗中看着就行。是。老三，若你悬崖勒马，或许还能保住一命，否则……三哥今日怎么有如此雅兴，约我来这演武场射箭？大夏以武得天下，也该好好练武。今日唤武帝前来，便是想教你射箭。三哥，别不是在打其他主意吧？哎，武帝怎把你三哥想成这样？二哥和四弟的事情让我明白，兄弟之间应该和睦相处，不应该相互猜忌。如此，那便最好了。武帝，你这是何物？啊，是我自己制造的小物件，不值一提。哼，我猜武帝还不会射箭吧？哼，今日就让我来教你射箭。三哥剑法竟如此厉害，我这根本算不得什么，剑法只有50步，而大哥可以100步穿杨。老大居然如此厉害，而且他的心机恐怕要比老三深沉得多，否则现在站在这里的就是他了。哼！看我这记性，教你射箭，箭矢却带的这么少。老五，麻烦你去将箭靶上的箭取回来，三哥教你如何射得准。好。老三，你最好别乱打主意，否则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三哥，你这是作何？李毅，你只不过是个野种，刚入宫2个多月，父皇就封你做亲王。若是再不解决你，恐怕连皇位都是你的。三哥，我根本就没有争夺皇位之心，我只想做个太平王爷。老五，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？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你，免得以后成为祸害。三哥，你若把我杀了，怎么向父皇交代？我早有准备，
届时会有替死鬼替我顶罪，这就是和我作对的下场。这怎么可能？老三，我就知道你要耍花招，所以早做了准备。凭你也想杀我？我就不信射不死你！老三，你之前找人给我下毒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等这个机会把你解决了。后来你居然又派杀手，幸好我制造了这个连弩，不然还真就遭了你的暗算。你知道你为什么杀不了我？因为我做了防弹衣，这东西箭矢根本就射不穿。李毅，你要是杀了我，父皇也不会放过你。还有大哥，我既然知道你要暗算我，当然早就做好了准备。现在郭淮就躲在暗处看着呢，是你先动的手，我是正当防卫。你觉得大哥会帮你吗？他巴不得你死，这样就少了一个竞争对手。五弟，咱们是亲兄弟，不管怎么说，我都是你哥哥，你就饶我一命吧，我保证不和你争夺皇位。而且我还会全力支持你。你是个实实在在的小人，之前你站在老二和老四的背后蛊惑他们找我麻烦，留着你只会成为祸害。郭总管，您都看见了吧？是三皇子要害我们家五殿下。曲言，这皇子之争，其实你我能参与的。今日之事，就当我没来过，我可什么都没看见啊。郭总管，我家殿下是迫不得已才会如此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凭他的手段，日后必将登上皇位？今日之事，你既然参与，就摆脱不了干系。早知如此，我就不跟你过来了。曲言，你可害死我了！事到如今，我也只有如实向皇上禀报。三皇子暗害五殿下，却被五殿下给反杀了。圣上，此事老奴亲眼所见，五殿下真是迫不得已，所以才对三皇子下了杀手。郭淮，你先下去，让所有人都不得靠近此处。是。一儿，你有什么要跟父皇说的吗？父皇，正如郭公公所言，三哥对我下杀手，我也只能如此。林毅，你别以为朕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你事先设计好的。老三一直都针对你，此事朕早就知道，所以朕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你升为亲王。可你却对老三下杀手！郭淮，是你安排人找去的吧？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给你作证。你很清楚，朕最信任的人就是郭淮。李毅，有郭淮的口供，朕就奈何你不得了，是吗？你哑巴了吗？说话！父皇，你既然知道三哥一直针对我，为何还要如此愤怒？他若不存害我之心，我又如何会对他下杀手？你们是亲兄弟，你明明可以不杀他，可你偏偏却如此狠毒。早知如此，当初我就不该接你入宫。我狠毒，没错，我杀了自己的亲哥哥，的确是狠毒异常。可是父皇，你知道吗？老三这已经是第3次想要我的命了。第1次，他派人下毒，若非我懂医术，我早就死了。第2次，他派人去我四季宫行刺，幸亏我发明了连弩，这才保住一条命。今日，他约我去演武场，一箭就射中了我的胸口。若不是我穿了防弹衣，现在死的就是我了。他是你的儿子，难道我就不是吗？你说早知如此，就不带我进宫了。可这是我能选择的吗？
我无法选择出生，无法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被人逼着做龟公，更无法选择要不要进宫。父皇，我所经历的这一切，不都是你一手造成的吗？父皇错在先，是父皇让你受了那么多苦。你不要心存争夺皇位之心，你大哥容不得这个位置落到别人的身上。你下去吧。一儿，老大在军中威望极高，在朝中也颇得人心，你斗不过他。多谢父皇提醒，儿臣晓得了。朕能帮你的也只有这些了。启禀圣上，河东、河西两省遭遇虫灾，庄稼颗粒无收，百姓们正在挨饿。秦尚书，速速拨款救灾。启禀圣上，如今国库空虚，只有余银30万两，只怕难以解决两省灾民一日之餐呐。速从江南调粮，支援河东、河西。禀告圣上，从江南调粮，筹集起码尚需10日，再运到两河，恐怕得有1月有余，来不及呀！银子没有，粮过不去，难道就让灾民饿死不成？父皇，儿有一法，可让当地富户把粮借给灾民，等灾情过后，灾民再偿还就是了。大哥，这有钱人的粮可不是那么好借的，他们精于算计，届时一定会让灾民们加倍奉还。若是还不上，就要掠夺他们的土地。到那个时候，灾民们恐怕连自己的土地都保不住，而且还要卖儿卖女。这么说，武帝是有好办法？敢问丞相，是什么虫子在两省肆虐？是小龙虾。小龙虾？有这东西还要什么粮食？直接吃小龙虾不就行了？武殿下让灾民吃虫子？这小龙虾可是营养丰富的食物，且味道鲜美，以此为食，足以帮灾民度过眼前饥荒。等将小龙虾吃的差不多了，朝廷的赈灾粮也该到了。简直是胡闹！自大夏开国以来，还没让百姓吃过虫子。圣上，武殿下此举定然会激起民变，此乃亡国之策。武帝，太师所言有理，若是激起民变，那可得不偿失啊！圣上，臣以为大皇子和太师所言有理啊。一儿，那小龙虾真可食用？父皇，既然大家都不相信，儿臣多说无益，不如儿臣去烹饪出一份小龙虾，请大家品尝。武殿下，您可别胡闹了，本太师可不吃虫子。臣也不吃。武殿下尽管去做，微臣愿意品尝。丞相已经彻底站在老我那边了，一儿，快去试试吧。儿臣领命。刘震，你去给我弄一盆小龙虾去。啊什么啊？赶紧去。哦，是。殿下，这小龙虾也太香了吧！殿下，能让奴才尝尝吗？啊！殿下，平日里大家都将小龙虾当做虫子，没想到
竟然如此的美味，殿下，我再去抓一点。五殿下烹饪的小龙虾真香啊！父皇，这是儿臣做的蒜蓉小龙虾，请父皇品尝。一儿所言不错，这小龙虾的确味道鲜美。郭槐传旨，命两河总督去捉小龙虾，带领百姓去食用小龙虾。三儿几位爱卿，你们也来尝尝。五殿下知识广博，不仅知道小龙虾可以食用，还烹饪得如此美味，果真大才之人呐！这次老五又出风头了，不行，不能让他一直这样。这东西既然如此好吃，得打压五皇子，不然大皇子的皇位就危险了。父皇，这小龙虾虽然可以食用，但并非长久之计。依儿臣看，朝廷还需拨款救济，不然明年的灾民连稻苗都买不起啊。孙儿此言有理，这朝廷只有30万两银子，杯水车薪呐。圣上，臣有个想法，可让两省的有钱人暂时垫付赈灾银两，等百姓有钱之时再来偿还。毕竟这笔钱是用在他们身上的，理应如此。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朝廷赈灾所用的钱银让百姓来还，那百姓还要朝廷来干什么？哼哼，五殿下如此说，是想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此事了？一儿，有何想法可以说说？很简单，请父皇向全国下令，命全国向河东、河西两省募捐。正所谓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。当然，这募捐采取自愿的方式，不强迫。不过需要朝廷率先带个头，儿臣愿将父皇所赏的银钱和物品全部捐出。好啊，这个办法好。一儿率先募捐，也为百官带了个好头啊。圣上，这个办法不合适。朝中大臣虽然俸禄不少，但每个人的开销都甚大，恐怕拿不出多余的钱来募捐。这个五皇子太过可恶，自己想捐就捐，干嘛拉着我们呢？老夫的钱可是好不容易搜刮来的。我年俸800两，捐个300两就差不多了。若是多捐，必然会令圣上怀疑。太师，我都说了，这募捐采取自愿的方式，你不想捐，可以不捐。五殿下虽然聪明过人，但却不懂人情世故，如此行事，恐怕日后他在朝中会寸步难行啊。就按一儿所言，朕这就下旨号召募捐。秦尚书，现在全国募捐了多少银子？启禀陛下，到昨日为止，我大夏国内共募捐400万两银子，300万担粮食，足够河东、河西两省灾民度过虫灾，就连明年的稻苗也有着落了。启禀陛下，河东、河西两省禀报，这10日两省百姓都以小龙虾为食，没有一人饿死。一儿的方法果然奏效，你们都要跟一儿学学，这才是治国之道。还是老五聪明啊，虽然他的方法得罪了朝中大臣，但却令父皇高兴万分。皇帝的宝座不是大臣们能决定的，而是父皇，不能任由他这样下去。圣上，虽然河东河西灾情已解，但国库依旧空虚。如果发生事情，恐怕朝廷难以应对。既然
武殿下能够解决河东河西的灾情，那应该也能充盈国库。老臣也是这么认为。武殿下天纵奇才，这等小事肯定难不住他。在养心殿之前，老臣曾与他偶遇，他跟老臣说，已经想出了解决此事的方法。这两个老东西是替老大朝我发难，尤其是那个太师，老子什么时候和你说过这些了？哦，原来义儿已经想好了办法。回父皇，儿臣从未向太师提过此事。哎，武殿下，你这可不能在圣上面前如此编排老臣。你如此说，那是陷老臣于不义，这欺君之罪，老臣可担不起。好了，义儿，你说说，有什么方法能充盈国库？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之前把自己的身家全都捐出去了。父皇，儿臣的确有办法，但还请父皇给儿臣2日时间。若武殿下2日后拿不出有效的方法，怎么办？太师，你怎么老跟我过不去啊？你身为3公之首，不为国事操心，却老盯着我。既如此，那我便与太师打个赌，若我想出办法，太师捐出全部家产；若我失败了，太师想要怎样都行。想不出办法，就别跟着添乱。父皇，儿臣先行告退。这年代没有玻璃，琉璃也没有，这东西一定可以大卖。义儿，此为何物？此物名为琉璃盏。琉璃盏，很值钱吗？多了不敢说，几万两银子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哎呀，武殿下真是胡乱吹嘘啊！这东西并非是玉，也非玛瑙宝石，怎么那么值钱？殿下如何卖出？又卖给谁呀？这一点就不劳太师操心了，我自有办法。哼，圣上，武殿下根本就是欺君，请圣上降罪。这个东西能卖几万两，确实没人相信。这两个老东西，一有机会就使劲踩我。今天老子就要狠狠打你们的脸。多说无益，还请父皇下旨，在此处举办拍卖会，邀请京城中的有钱人前来参加。圣上，此物价格如此之高，若是卖不出去，便费时费力，且请商贾入宫有失体统。若五皇子无法充盈国库，还请陛下惩治。好啊，若我将其高价卖出，那就请父皇免去太师职务，令其告老还乡。好，我就跟武殿下打这个赌。感谢诸位能参加本殿下的拍卖会，本殿下十分感激。这里的规矩很简单，所拍之物都有底价，想要者加价，价高者得。若是银子没带够也没关系，本殿下会派人随你们回家去取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真不错啊。此物名为琉璃盏，由特殊材质制成，整个大夏独此一件。琉璃盏，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有这么个东西，它是干啥用的呢？哎呀，我也没见过这个玩意儿，这玩意儿看着还不错，这可是皇宫之物，买回家是倍儿有面儿啊！琉璃盏的底价为2万两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00两。有哪位朋友想要，可以出价了。殿下真是异想天开啊！此摆件要2万两白银，有道是无奸不商。这些商贾一个比一个精明，今天他要是能卖得高价，
本太师趴着出宫。太师所言极是，傻子才要他这个东西。各位富豪不必听他人聒噪，他们是不懂这琉璃盏的妙处，待我演示给大家看。哎呀，居然有如此美丽的光芒，实在是令人陶醉啊！真难怪殿下要卖2万两银子呀！若是将此物放在家中，这神仙都要拜访啊！哎呀，妙啊！我出2万5千两，我出3万两，我出10万两。还有没有加价的？10万两，成交！恭喜这位富豪夺得琉璃盏。接下来拍卖的是一件挂件，底价为1万两，想要的朋友可以出价。我要！我出2万5，我出3万，我出10万，我出15万，我出20万。恭喜这位富豪获得最后一件珍藏品，本殿下会派禁军护送诸位回家。太师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算过，我一共卖了多少银子？我记得太师曾与我打赌，若我将那些琉璃品卖出高价，那你就告老还乡。武殿下，本太师乃当朝首辅，你想本官辞职吗？武帝，太师为官几十载，对朝廷贡献颇大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呢？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若我没卖出那些东西，太师可会饶过我？武帝，不要过火。圣上驾到！父皇，今日武帝将琉璃品卖了175万两银子，居功甚伟。儿臣请父皇重重赏赐武帝。女儿竟然卖了这么多银子，你说需要什么奖赏？父皇，为朝廷分忧乃是儿臣的本分，儿臣无需奖赏，但儿臣与太师的赌约需要履行。圣上，之前只是老臣与武殿下的玩笑话，当不得真，望圣上明鉴。是啊，父皇，太师功高劳苦，若因为此事就将其贬出朝廷，可能会让他人寒心呢。你们是说这人可以说话不算数是吗？太师是当着朕的面打下的赌约，今日输了就想赖账？是，圣上。老二和老四都是父皇的亲儿子，他们输了赌约都被赶出了皇宫，更何况你一个外人。太师既然输了，就要履行赌约，明日递上辞呈，告老还乡吧。父皇，太师一生辛劳，临走之时，朝廷应该看看太师还有多少家财，是否需要朝廷的帮助。毕竟曾是太师，不能让他走得太寒酸。殿下，圣上派人抄了太师的家，您猜猜，一共抄出了多少家财？看你的样子，挺高兴的，应该得有几十万两银子。何止几十万啊，足足360万两银子，黄金有7万两，加上古玩、字画等珍奇之物，恐怕得有800万两银子。800万两！这老家伙居然搜刮了这么多钱财，当真该死！确实该死，本来他都要告老还乡了，忽然查出这么多藏银，太师当场就吐血身亡了。皇上已经下旨了，要将他全家发配。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这就叫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这下国库应该是充盈了。殿下，除了此事，奴才还听闻南西省发了大水，无数百姓遭灾，十分凄惨。
哦，南溪今年的雨水很大吗？是挺大的，10几个大堤都被冲垮，所以才会如此。水可养人，亦可制造灾难。稳固大堤是重中之重。吕雉，你去给我寻些石灰、粘土、铁矿粉。殿下要这些东西做何？做混凝土，稳固大堤。哦，快去吧。是。一儿，你为何拿着砖头来此？听闻南溪大雨，10几座大堤被冲毁，儿臣特地发明了这混凝土，用来加固大坝，替父皇解忧。原来这位就是武殿下呀！你刚才说什么？用这东西来加固堤坝？这位是襄王吴忠，大夏唯一的异姓王，南溪便归襄王管辖。你害得我儿子蹲大狱，老子得让你好好的出出丑。原来是吴征的老爹，看你儿子的奏行，你也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此物可以加固堤坝。武殿下先是身居青楼，后又回到了宫中，除了喝水之外，恐怕与水就再无交道。怎么会懂得治水？有这种天真的想法也不稀奇。听襄王所言，你定然是懂得治水的。既如此，那南溪为何会有10几处堤坝被冲毁？当然是雨水太大，堤坝经受不住，才会如此。也就是说，你对降水量预估不足，又或者是堤坝根本就没有建得牢靠。哼，武殿下休要信口雌黄，下多大的雨是老天爷决定的，而不是我。说本王对堤坝修建的不牢靠，哼，你有何证据？拿块破砖就说要加固堤坝？武殿下，你真是异想天开。若以此物建造堤坝，恐怕连第一波河汛都撑不住吧。好了，别吵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加固大坝。一儿，说说你这东西。启禀父皇，此物名为混凝土，结实异常，若用它来加固大堤，可保万无一失。哼，武帝，我知道你善于制造东西，但就这么一个小东西就想加强堤坝，哼，实在让人难以信服啊。大皇子言之有理，圣上，武殿下的话不能信。若以此物加固堤坝，届时堤坝被毁，遭殃的是百姓。哎呀，是啊，这堤坝之事必须是慎之又慎，只用此物加固，是否有所不妥呀？敢问襄王，是以何物加固堤坝？当然是土石青砖了。父皇，此物的硬度是青砖的6倍，即使遇到大水冲刷也不会损坏。若将此物置于大堤之中，外面再加以混凝土封住，可保大堤100年无恙。100年？我看第一轮都挡不住吧。武殿下，还是老老实实做你的皇子，还是少操心其他的事情吧。既如此，那便做个实验吧。郭总管，劳烦拿个铁锤过来。父皇，我这砖头人力不可破之，有谁不信，可以来试一试。哼，这等东西，只要我轻轻用力，就能将其砸得粉碎。今日我就揭穿你的骗局。襄王，请吧。哼，襄王，您这是没吃饭吗？襄王，觉得我这砖头如何？
看来这伊尔所造的混凝土确实是很结实。既如此，那就用它加固堤坝。父皇，这混凝土固然结实，但用在堤坝上需要内外兼用。儿臣这就绘制大堤的加固图，还有混凝土的制作方法，一并送给襄王。好，伊尔不仅聪慧过人，且胸襟广阔，不像有些人小肚鸡肠。伊尔，有你在，朕就放心了。小吕子，快去看看。哦，殿下，是个禁军，已经昏迷了。禁军？禁军怎么会来我这儿？这女人假扮禁军，定然是有不轨企图。等她醒了，我得问清楚。殿下，要不奴才叫人来把她弄走？不，这件事情我来处理，你不用管了。是。我去，我去，这小妞长得可真漂亮。你这个登徒子，竟敢对我做出这等事情！美女，我可没想对你做什么，是你硬拉我上床的，我是被你强迫的。我杀了你！美女，你还讲不讲道理？明明是你那个了我是被强迫的，吃亏的是我好吗？我是被人下药才会如此，难道你会看不出来吗？没看出来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谁给你下药，你就去找谁嘛。你在我这逞凶算什么嘛？对了，是谁要害你啊？不关你的事，我们之间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我也没到过这里。殿下，圣上刚刚派人来传话，说明日燕国使臣将会前来，到时你与大皇子同去。燕国使臣，该不会又是老大搞出来的吧？大皇子有这么大的能力吗？还是小心一点的好。燕国公主慕容羽拜见大夏皇帝。这不是昨晚那个小妞吗？她竟然是燕国公主。慕容公主，不必客气，不知来我大夏所为何事？这是昨晚那个人吗？他居然坐在这里，看样子他就是大夏的五皇子。燕夏两国近些年来纷争不断，时常会起摩擦，尤其是边境几城，百姓苦不堪言。现在我大燕国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不动刀兵便能解决此事，不知大夏皇帝可否应允？是啊，这最近几年，我们两国的确是摩擦不断。若真有这种办法，那朕自然是无有不许。不知公主有何方法？很简单，用此物便可。咱们不妨就以此物做主。你们大夏国若有人能让此球自己浮出水面，便是大夏国赢。届时我燕国将割2座城池送与大夏，若浮不起来，你们大夏就赠予我们燕国2座城池。不知皇帝陛下可敢应战？慕容羽竟然拿着一个小球来赌2座城池，看来他是胸有成竹啊，否则又怎会如此行事？事关国事，慕容公主竟然如此儿戏，简直就是胡闹！
那就是说你们大夏国不敢接这个赌注了？刚刚皇帝陛下可是亲口同意的，怎么这么快就不认账了？听闻大夏人杰地灵，能人辈出，今日一见，我才知道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。你们大夏有的只是无种之人。大胆，竟敢羞辱我大夏之人！慕容公主，你可知道自己身处何处？哼，羞辱你们又能怎样？连个赌都不敢进，你们大夏国人全都是废物。不过是玩密度差而已，我大夏有何不敢跟你打赌的？这个无耻的人，昨夜非礼，今天竟然还敢与我作对。早知如此，所以我就该杀了他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与本公主说话？放肆！此乃我大夏国的武殿下。那他说话算数吗？自然是算数。武帝，此事不可鲁莽。铜球入水，如何自己浮起？哼，若是简单，慕容公主也不会以此物作为赌注。殿下所言有理，事关边境两城，武殿下不可胡来啊！父皇已经应允了，难道我们大夏要说话不算话吗？被人家一个小小的球就给吓到了，那传出去，我们大夏威严何在？一儿所言有理，慕容公主，这赌注我大夏接了。既如此，那便请吧。不过咱们事先定好规矩，在此过程中不可用手或者借助工具，你们可感应？浮个球而已，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何须借助工具？大夏在诸国之中号称文武第一，依我看是吹牛第一才对。此铜球落水即沉，重量必然不轻，不用工具如何能浮得起来？一儿，不要逞强。父皇，儿臣有一法子可试。哦，那就试试吧。慕容公主，此球已出。铜球底部还与盆底相接，如何叫铜球已浮起？大夏国若办不到，直接认输便可，何必使诈呢？几位皇帝中，属森儿智谋卓越，连他都无法完成，难道大夏真要将2座城池拱手让人吗？此题乃我燕国大能之士所出，你们大夏办不到也正常。对了，刚刚这位皇子不是说此题简单吗？为何不前来一试？好啊，要我出手呀？那之前那点赌注可不够了。你若能完成，让我如何都行。如何都行？你说可算？我乃燕国公主，此次前来就是代表燕国行事，我说的话就等于是我父皇说的。好，既如此，那除了刚才的2座城，咱们再加点赌注。若我大夏赢了，你就嫁入大夏，如何？那要是我赢了呢？你赢了，那我这皇子便入赘你们燕国，这样公平吧？呸！不要脸！谁要让你入赘？皇帝陛下，既然贵国皇子要加赌注，依我看，咱们不如将城池的数量提升至3座，谁输了就拿出3座城池来。武帝，3座城池可不是开玩笑，若是没把握，切不可逞强。三儿说的有理，一儿，遇事要慎重。请父皇大哥放心，小小铜球而已，难不倒我。郭公公，劳烦你帮我取点东西。武殿下，您要这么多盐作何用啊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皇子殿下，我方才说了，不可借助工具。你是听不到还是听不懂人话？胸大无脑，你只说不能用工具，又没说不能改变水的密度。你这登徒子，当真该死！皇帝陛下，我还要加个赌注，若他完不成，那就杖责100。这小姑娘家的，这么暴力干嘛？看着啊，哥教你怎么把这铜球从水里浮出来。
慕容公主，你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是如何做到的？这铜球落水之时，声音清脆，必定是中空之物。只要改变水的密度，自然就浮起来了。我的义儿不愧是当世大才，这燕国大能所做之题，竟被他轻松就解决了。五殿下真是聪明绝顶，大夏有五皇子，必然能繁荣昌盛啊！五弟当真是厉害啊！老五的才智超出了我的意料，父皇又对他如此宠爱，现在连丞相都站在了他那边，而且他还制造了那么多的东西，在军中威望极高，对我的威胁越来越大了。看样子，我的计划要提前了。你这是投机取巧，算不得输。输了就耍赖，我只是用了最简单快捷的方法而已，这也叫投机取巧？况且你也没说不能这样。原来燕国如此的霸道，只准别人输，不准别人赢。以公主的说法，是不是不管我们输赢，都要将那3座城池送给你们燕国？慕容公主，既然你输了赌约，那你们燕国就需要交出3座城池，否则的话，我大夏之军将会兵临城下。郭槐，拿国书来，让慕容公主给签了。皇帝陛下，第1场就算是大夏赢了，不过我还要再比1场。这次我们燕国夺5座城池，不知皇帝陛下可敢应战？哦，慕容公主还要比什么？大夏自称文学乃是天下第一，那今日我就与你们比对对联。要与我们比对对联？慕容公主，你这不是主动送城池给我们吗？既然慕容公主有此雅兴，那这比试朕接了，只凭着殿内之人，便可令你输得心服口服。皇帝陛下切莫高兴得太早，对联并非由我来出，而是由文殊阁的聂远聂大才子。在下聂远见过大夏皇帝陛下。陛下，文殊阁乃是天下文人的最高殿堂，真聂远又是文殊阁中的大才之人，他出的对子定然是难上加难呢。没想到这燕国竟能请出文殊阁的人。3-2、1-2，这比试就看你们俩的了。父皇放心，定不会让父皇失望的。皇帝陛下，在下觉得只有他们2位不足以与在下匹敌，还请陛下张贴皇榜，将大夏的所有名士都请过来，不然在下会觉得不过瘾。聂远，你休得猖狂！我大夏的2位殿下都乃文学奇才，定然能对得上你的对子。哼，那就试试。我出一上对，看看2位殿下能否对得工整。听好了，1乡2里共3夫子，不识45经6义，竟敢教7、8、9子，十分大胆。此为排列队，从1数到10，前每个数字都有后缀，当真不是一般的难对。聂远竟敢羞辱我大夏，真是可恶！怎么，这才第1对就把你们给难倒了？刚刚丞相大人不是说我这是在白白给你们送城池吗？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还有2位皇子，你们不都是大才之人，那就赶紧对。若是对不上，那就签国书，送与我们燕国5座城池。3-2、1-2，你们可能对得出。父皇，此对着实太难，儿臣对不出。五殿下，刚才你不是很狂吗？
那此对就由你来对吧？对不上也没关系，只要你跪在我面前，给我磕10个响头，说你错了就行。不就是对个对子吗？用得着这么嘚瑟？哼，五殿下，休要拖延时间。我数5个数，若你对不上来，那就是燕国赢了。5、4、3。时至9贫，凑得8两7钱6分5毫4厘，且3心2意，1等下流。五殿下此对对得太好了，不仅工整，而且聂远羞辱我大夏，也被他骂了回去。五殿下，此乃天纵奇才啊！哼，一儿自从入宫以来，就从来没让人失望过。只是对上一个对子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叶大才子，继续出队。管管之管被管管之管管，管管被管不如不管。哼，此队乃为连字队，且聂远又以官续出，实在是高明啊！比刚才的排列队是更要难上10倍，不知道五殿下能否对出？这文殊阁当然是厉害非常。放眼天下文人，恐怕都不如他们。五殿下怎么不对了？刚才你不是很厉害吗？这种对子啊，对于你来说可不是一般的难，但对我来说那就十分简单，我分分钟就对上了。五殿下，只是吹牛没用，你得拿出真才实学来。听好了，人说之人被人说之人说，人人被说不如不说。妙，实在是太妙了！五殿下，此乃是当世奇才，连这种对子都对上了，而且还比上联高了一些。恭贺圣上，能得五殿下这种麒麟之子啊，此乃我大夏之福啊！我的一儿是当世奇才，如此看来，这文殊阁也不过如此啊！聂大才子，此人实在是太过分了。你赶紧出对子对死他！若今日你败于此地，我大燕国将又失去5座城池。公主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输的。可如果这一对他再对上的话，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。五殿下，你听好了，此对是泗水惴惴，江河湖海全泽，对吧？泗水惴惴，江河湖海全泽，这不是高悬于文殊阁上的那个对联吗？聂远，你要不要脸啊？这对联竟挂在了文殊阁上。陛下不知，此对乃是千古绝对，是由300年前的绝世天才童墨所出。童墨便是文殊阁的建造者，此人才华绝世，无人能敌。他在临终之前想出这个绝对，悬挂于文殊阁之上。300年过去了，到现在也无人能对上此对。此对只是说水，竟无人对得上。确实是说水，但其后却包含了江河湖海全泽的一切水源，所以才如此难对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多说无益，对不上就是我们燕国赢了。你们大夏就需送与我们5座城池。你们燕国赢？我说慕容公主，你虽然是个女的，但也不能这么不要脸吧？方才我已经对出了2对，也算是赢了2局。就算是3局2胜，那也应该是我大夏赢吧？你对上了聂才子的对子，只能算是平手。此对至今无人能够对上，你只有对上此对才能够算赢。既如此，那我便对给你们听。六木森森，松柏梧桐杨柳。慕容公主，你们输了。这个五皇子到底还是不是人？连这种千古绝对都对上了。刚才我说他要是能对上，我就一头撞死，这可如何是好呀？你这下联分明就是仿照我这上联出的，五皇子，你太不要脸了你！你拿千古绝对来跟我出题，我对上了，你还说我不要脸？怎么，你输得很不服气啊？那你也对的。
对不出来啊？那要不我再给你对一联？五皇子，你莫要诓我，此等绝对能对上一个都非常了不起了。你如果能再对上一个，我立刻就撞死在这里。你说话就跟放屁一样，谁信啊？听好了啊，四火炎炎，顽溪缺听灶炉。你服不服气？上一联以木相对，这一联以火对水，实在是绝了。五殿下的文采已然高于文殊阁了。这不可能，此乃千古绝对，你竟然同时对出2个下联，你绝对是抄袭别人的。你拿千古绝对给我出题，我对上了，你又说我是仿照你所对。现在我连对2联，你又说我抄袭。聂远，你们文殊阁的人都像你一样无耻吗？学艺不精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。况且你的人品还这么差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了，别说是你，就连你们文殊阁都要遭到诟病。聂远，我要是你，我就撒泡尿把自己淹死算了，还好意思站在这里犬吠？这对子本是消遣娱乐，这聂大才子竟然把自己对到晕厥，真是空前绝后啊！慕容公主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说的吗？这个登徒子竟然有如此文采，看来这次是我大意了。郭公公，把国书拿过来，让慕容公主签字。李毅，这次算是你赢，不过你给我记住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届时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。怡儿，你凭借自己的才智赢回了燕国8座城池，你说需要朕奖励你什么？父皇，这都是儿臣的本分，只要边境的百姓不再遭受战乱之苦，儿臣就心满意足了。五殿下忧国忧民，实乃大夏之楷模，臣佩服之至。怡儿立了如此大功，不赏你说不过去啊！就加封你为1等亲王吧。恭喜五弟，有你在，真是我大夏之福啊！我现在的身份都已经在老大之上了，可他却没有表现出一丝反感。他的城府比任何人都要深呢。禀告公主，夏国大皇子求见。这么晚了，他来做什么？让他进来吧。是。不知大皇子到此所为何事？慕容公主不要误会，我不是来找麻烦的。那你来做什么？是将你们丢掉的8座城池归还你。殿下，宫中发生重大变动。什么变故把你急成这副样子？宫内禁军全部换防，原统领失踪，由副统领代管。原本的13支巡逻队，现在变成了20支。而且皇上突然生病，这2日都未临朝。还有其他的吗？卑职发现有几个禁军鬼鬼祟祟的出入大皇子府邸，我就派人探查了一番，发现他们都是燕国人。燕国人？难道老大勾结燕国人造反？他若以这种方式获得江山，必然会引起大夏内乱。这老大不会想不到。那殿下可有什么办法？你让一半暗卫入养心殿，保护父皇；另外一半混入禁军之中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另外，你要随时盯着老大的动向，随时向我禀。是。老大终于忍不住了，想要夺取皇位，
但他绝不会这么明目张胆的造反。这家伙肯定还有后手。殿下，圣上派人来传旨，召您入养心殿。来人说，圣上的情况不妙。什么？父皇的情况不妙？子晴，若宫中发生任何变故，你和吕雉立刻离开四季宫躲起来，明白了吗？是。父皇如何了？太医说，父皇中毒了。中毒？我怎么感觉是个圈套？混账！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李森，我们不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武殿下。哦，武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我们大燕国支持武殿下登基，现在四周都已经被我们包围了，谁敢反对，就地格杀。武殿下竟然勾结燕国，想要谋权篡位，这就知道这是个圈套，难怪老大敢明目张胆的换防禁军，原来是诬陷我要造反。哼，武帝，他说的是真的？莫非父皇中毒也跟你有关？武殿下，圣上对你体恤有加，刚封了你做一等亲王，你居然就造反，还谋害陛下，当真可诛啊！大皇子，诸位大人，圣上中毒的确是武殿下所为。前日他给陛下送了吃食，陛下食用之后便感觉不舒服。陛下一直宠爱武殿下，老奴就没有多想。可武殿下居然公然造反，那老奴就不得不说了。郭公公，我真没想到你也竟被我大哥收买了。武殿下，老奴从未被人收买，只是你连亲生父亲都毒害，老奴实在看不惯你这种行径。孙大人，还有一事，三殿下也是被武殿下所杀，此事乃老奴亲眼所见。什么？武殿下还杀了三殿下？你武帝呀武帝，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的恶毒。大哥，你的心机还真是非他人可比，难怪当初父皇叮嘱我不是你的对手，你筹划的还真周全。武帝啊武帝，都到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诬陷我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好。念在咱们是亲兄弟的份上，只要你认罪，我饶你不死。真是杀人诛心啊！我要是信了他的话，那就彻底成了反贼。既然诸位都觉得我造反，那我再怎么解释也没用。慕容公主，你既然过来协助我造反，那就把他们都杀了，辅助我登基。慕容公主，你跟随武帝造反，大夏能走得出去吗？我大哥说的对，有些人利用完了就应该杀掉，免得他把不该说的事情说出去，只有死人才不会透露任何消息。慕容公主，你不是来辅助我造反的吗？还在等什么？动手啊！武殿下，我想清楚了，我不能一错再错，所以我不能帮你登上帝位。你们几个，将其拿下！圣旨到！朕竟感身体不适，恐怖久矣，为国家计，特立五子李毅为太子。钦此。不可能，父皇怎会立李毅为太子？圣旨是陛下前日亲自交到我手中，怎会有假？陛下身体不适，特立武殿下为太子，总理朝政。
你们假传圣旨，其罪当诛！来人，将其拿下！俺，我看谁敢！陛下，这陛下，三儿，这都是你做的好事。哼，原来这一切都是父皇安排好的。哼，起初有人说你试图谋反，但朕还不十分相信。今日一试，果然如此。三儿，你太让朕失望了！你企图买通郭槐，在朕的饭食里下毒。幸亏郭槐对朕忠心，否则的话，朕遭你的毒手了。父皇，我今日做的这些都是你逼的。你如此的偏爱老五，竟然封他为1等亲王。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那我也别无选择了。来人！来人！你觉得还会有人帮你吗？哼！慕容公主，你身为燕国公主，协助我造反，大夏会放过你吗？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把你的人叫进来，然后将他们全部诛杀。待我称帝之后，定封你为后。慕容羽，你已经是我的女人了，我俩已经有了夫妻之实，难道你还想谋杀亲夫？原来那一夜你是去了武帝那儿。殿下，你……子清，此事我未与你说，是我的不对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辜负你的。你这个登徒子，毁我清白，我又如何能帮你？慕容羽，那夜的情况你很清楚，我猜是大哥给你下的药吧？他想让你死心塌地的为他卖命，即便现在也是如此。闭嘴！我为何要闭嘴？是说中你的心事吗？慕容羽，你可要考虑清楚，他当不了皇帝，你是我的女人，之前的事情可以不追究，而且我会娶你。慕容公主，不要听信李毅之言，他是在骗你。形势已经很明朗了，我希望你不要做出错误的选择。大皇子，事情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，我不能一错再错了。李毅已经是我的男人，我没有办法对他痛下杀手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挣扎吗？你这个野种，要不是你，父皇的位置是我的。我杀了你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五皇子李毅聪慧过人，甚为朕心。今日封李毅为太子，钦此。陛下圣明，臣等恭贺太子。启禀圣上，臣听闻边塞寒冷，每年都有无数士兵生冻寒之症。既然武殿下已成太子，总理朝政，还不如就由殿下想个办法，帮边塞的将士们过冬。老大都被我给收拾了，这个吴中还出来蹦跶，简直就是找死。怡儿，你可有办法？回父皇，这种事情很简单。我知太子殿下聪慧过人，但也无法事事都能解决吧。将士们可比不得你，有上等的御寒之物。若太子说给边关的将士们配备顶级的御寒之衣，便是将国库掏空了也不够。
太子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不过是御寒而已，用得着花多少银钱吗？我只需1万两，便可让边关将士们不再受寒冻之苦。1万两银子，边关可是有10万将士，这点钱便是普通的军服都不够。殿下不会是只弄些粗布衣料糊弄他们吧？只需一些纺织面料、鸭毛、鹅毛，便可让边关的数十万将士度过寒冬。这些花不了多少钱吧？什么？鸭毛、鹅毛？本王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些东西能够御寒。殿下如此糊弄边关将士，难道就不怕他们哗变吗？边关乃我大夏重中之重，一儿可不能寒了将士们的心呢。请父皇放心，儿臣可以先行制作出来，届时父皇就知道能不能行了。只有鸭毛、鹅毛就能御寒？太子殿下真是异想天开。若是那东西能取暖，那让本王做什么都行。好，那咱们走着瞧。殿下，这衣服里塞的全是鹅毛、鸭毛，而且并不厚重，真能御寒吗？那当然，这东西可比棉服暖和得多。父皇，儿臣已将御寒之衣做出来了。这衣服样子从来没见过，看着挺漂亮的。圣上，漂亮没什么作用，若是不能御寒，那就只是摆设。一儿，这衣服真的能御寒吗？即便是零下40度，也没任何问题。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即便是很冷的天，只要穿上它，就感觉不到那么冷了。这衣服是用鸭毛和鹅毛做的？对。鸭毛和鹅毛怎能御寒？殿下是在坑害边关将士。既然襄王质疑我，那就由襄王来试穿一下这衣服。好，那本王就试试殿下所做的寒衣。若是无法御寒，还请圣上责罚。殿下，本王穿了这寒衣，貌似并没有什么御寒的效果。襄王不要心急，等一下再看。襄王，感觉如何？本王还是没什么感觉。襄王都已经满头大汗了，还说没有感觉？你如此明目张胆的撒谎，简直就是欺君！来啊，将襄王拿下！吴忠，你纵容自己的儿子在外耀武扬威，而后又多次对本殿下不敬，甚至出言羞辱，你真当本殿下是好欺负的？现在我便革去你的官职，贬为庶民，另外还要查抄你的全部家产。圣上饶命，臣也是为国家江山社稷着想。吴忠，你是我大夏唯一的异姓王，本来朕念你祖上有功，才保留了你这个王位，没想到你一再的难为太子，你羞辱他就是在羞辱朕，把他打入大牢，没有朕和太子的旨意，不得释放。圣上饶命，饶命啊！太子殿下，臣不敢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在位37载，深感疲惫，今日便将皇位传位于太子，钦此。太子请上前。一儿，朕老了，今日便把这江山交给你，凭你的智慧，朕相信你一定可以让大夏昌盛兴隆。
儿臣多谢父皇，儿臣谨遵父皇之命，强我大夏，江山永固。朕今日登基，大赦天下，封严子晴为皇后，坐镇东宫。谢主隆恩。封慕容羽为贵妃，坐镇西宫。谢主隆恩。设立军机处，孙正言为6部之首，统领军机。谢主隆恩。设锦衣卫，屈延为锦衣卫指挥使。谢主隆恩。朕为人一向赏罚分明，有功者赏，有过者罚。从明日起，朕将推行新政，凡有阻拦者，一律诛杀。吾皇万岁！